某天傍晚，剛下班的肉師傅正要開始準備晚飯，但是他卻在家裡的餐桌上發現了一張金光閃閃的邀請函。世紀舞會，這是什麼東西？夜幕降臨，300多年前，這裡是路易14權力與慾望的宮殿，也是世界史上最會辦 party 的地方之一。而今晚，凡爾賽宮將再次被點亮，只為重現一場傳說中的世紀舞會。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索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帶你們去法國國王的皇宮凡爾賽宮裡蹦個迪。法國冬天，天黑得很早，晚上7點，我和肉嫂換上準備好的禮服，隨着夜幕下的燈光，從凡爾賽宮的右殿緩緩走入。那一刻呀，我們突然意識到，這座白天莊嚴厚重的宮殿，其實從來就不是為了被參觀而存在的，因為在那個時代，它本身就是為了舞會而生，裝載的是燈火、音樂，還有流動的人群。我们还是第一次晚上這種時候來凡爾賽宮啊，有一點那種我會很奇妙夜的感覺。有幸的是，今夜的我們也不再只是2位旁觀者，我們更像是加入了一場沒有主線任務的沉浸式劇本殺。雖然沒有主角，卻處處都暗藏着驚喜，等待着我們去發現。我們現在是7點53分啊，迎賓活動才剛剛開始，大家都還是在喝香檳預熱的階段。然後我們現在在的是凡爾賽宮的赫拉克勒斯廳。這裡也曾經是路易14最重要的會客廳之一哈。今天晚上舞會的主題是 Les Années Folles， 是1920年為起點的歐洲黃金10年。那這個年代呢，最為大家熟知的就是蓋茨比了。對，所以我們的裝扮啊，也都是按照蓋茨比的那個調調來的。不知道你們給他幾分呢？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吧。肉嫂麻利地喝完2杯香檳，我們就正式出發，開啟今天晚上的第一個項目——夜遊皇宮。這些廳呢都是宴會廳，是城堡主人在接待賓客的時候喝雞尾酒的地方。中間也會有餐台，也會有樂師來給大家表演節目，大家一起開開心心談話，熱絡氣氛的地方。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國王套房，很多人會覺得是因為他們非常的矮，所以床比較短。其實不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不是平躺着睡的，他們是半躺着，相當於是背會靠在上面睡，因為他們會覺得平躺着睡的話，舌頭會把氣道給堵住，然後就嘎了。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都有些椅子，是因為在路易14的那個時代，起床是會被大臣、被貴族們去觀禮的，那是展示自己王權的象徵。這個就是凡爾賽最出名的鏡廳了，因為四面都是鏡子而聞名。小夥伴們可能會覺得奇怪哈，一個滿是鏡子的廳有什麼好吹的呢？因為在那個時代的能夠有很高的反射率照出來的那種玻璃哈，其實是一種非常非常珍貴的材料，王權貴族才有特權享受的一種家具。是的，所以我們在大的城堡裡面看到，主要的宴會廳也是有大的鏡子。對。這樣的行為啊，放在現在無異於是在家裡的客廳牆上鑲滿了人造鑽石，但放在路易14這個人身上啊，就有挺合理的。就在我還在忙着研究怎麼幫肉嫂拍照出片的時候啊，突然響起了一陣 BGM， 混跡在人群裡的幾位舞者也突然動了起來。這隨時隨地的就演上了。我們現在所在的是皇後的臥室，你們可以看到那兒有個小暗門，那個是方便女僕進出的。然後一樣的，皇後呢，她也會穿起服這麼一個待遇。然後更有權勢的候選人呢，會從工作一起到皇盘上面。繼續往前，我們看到了一個長長的隊伍，鴨綠色的扶手椅上啊，坐着的是一位打扮非常吉普賽的阿姨。
是那邊那個到底是在幹啥呀？那個時代還是挺流行算命這一類的，歐洲的話就是占星，所以是300年前的心理諮詢唄。哎，可以這樣理解。你要去算命？嘿，此情此景啊，我的腦子裡就瞬間蹦出了我喜歡電影的一句經典台詞：小弟，我看你骨骼驚奇，是100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呀！不知道屏幕前的小夥伴們，你們知道是出自哪裡的嗎？好巧不巧，下一個房間又致敬了一部我喜歡的電影。在那個時代，凡爾賽宮是蠻流行打牌的，因為在那個時候，路易14把所有的貴族都召集到這兒住下了。那夜間大家無聊幹什麼呢？就打牌嘍。千萬不要去啊！這個千萬不要去啊！逛到這裡，我要不跟你們說，你們可能都忘了咱們是個逛吃區的 UP 主了哈。我和肉嫂一路逛到了9點多，愣是除了門口的歡迎香檳之外，啥也沒吃，啥也沒喝。於是我倆決定加快腳步，因為真的是得餓極了。我們已經走了大概1個多小時。對，我們還沒找到吃的。吃的在哪裡啊？用餐是重要的。終於，咱們回歸老本行，現在就來看看這個法國皇宮裡舉辦的世紀舞會到底都能吃到些什麼珍饈美味吧。讓我們在大賊睡加盟前面前乾一杯。你也太快了吧！因为那個盤子端過來，然後等我轉過身就已經消失了，是不是？我覺得太有趣了，就像我們旁邊的阿姨說的，要去打點，然後肉哥去打了2次點，空手而歸。因為我們一開始以為這種地方應該是大的那種 buffet，就是類似於自助餐一樣的地方，結果完全不是這樣的，是服務生端着盤子過來，然後大家去搶的那種。講真，這種明顯因為安排失誤導致的供不應求啊，讓我這個 I 人着實有點撓頭。於是我仔細勘察好了服務生的行動路線，終於在進入餐廳20分鐘後，等到機會，狩獵到了我和肉嫂的第一份口糧。搶了半天，搶了一碗魚丸子。它蘑菇奶醬加魚丸子，好吃還是好吃的，但就是有點太少了吧。接下來的情形啊，就頗有一種人類簡史開篇的感覺。我呀，就是不斷在觀察、鎖定、出擊、吃2口中循環，而肉嫂則是負責看守陣地和社交。回想起來，歷史書中記載的咱們祖先的狩獵採集生活啊，和這不就是一樣的嗎？這個豬肉的酥皮肉派好好吃啊！燙菜慢是慢，但是東西是很好的質量。看過李陽那期的小夥伴應該記得哈，酥皮肉派是法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種冷盤。而更有意思的是，我們同桌的一位目前還在大學學習演奏豎琴的文質彬彬的小哥，居然不知道從哪兒端回來了一大盤食物，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呀！隨着最讓後廚手忙腳亂的熱菜環節結束啊，到了甜點環節，我們終於可以安心吃個夠了。甜點管夠。迷你核桃塔、海鹽焦糖塔、奶油棒蛋糕、巧克力熔岩，還有檸檬塔和澆了榛子英式奶醬的超大車輪泡芙，不得全都來一遍，怎麼說得過去呢？哇，它這個超大的巴菲布萊斯特還挺好吃的，你覺得？雖然沒有我們吃過那些頂級巴菲布萊斯特那麼好吃，因為它缺少一些含磷內，但它本身的榛子味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好吃。而最後的收尾啊，則是落在了一個節日氣氛濃厚、由裹滿巧克力的小熊棉花糖組成的聖誕樹上。吃完這些，確實該去舞會裡活動活動，才壓得住這竄天猴一般的血糖了。吃的怎麼樣且不說啊，但是法國人是真的喜歡甜點，一到上甜點的時候，大家都瘋了一樣衝過去，每人拿一大盤。哎，我們也是吃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東西啊。我們在座的那些叔叔阿姨啊，都在抱怨今天晚上吃的確實不大好。下面我們就去看看都有什麼有意思的活動吧。party才剛剛開始呢。我們沿着地圖一路來到了最後的地點——戰爭畫廊。這條長約120米的大廳是凡爾賽宮裡邊單體面積最大的房間。它誕生於19世紀，曾是一座戰爭歷史博物館。牆上是橫跨數百年的戰役畫卷，而今晚閃耀的燈球和熱鬧的人群卻把這條莊嚴的長廊裝點成了屬於世紀之夜的舞廳。這兒在教大家怎麼跳舞呢？怎麼感覺好難學啊！我的天！
Monsieur, si vous êtes tout seul, vous devez courir pour retrouver la personne saine et marche. 林武老师正在教的呀，正是19世纪法国贵族社交场上最受欢迎的方阵舞。规则啊，听起来特别简单。一开始，大家和自己的舞伴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音乐响起，先逆时针向前走6步，然后剧情就突然开始反转，女士继续向前，男士则原地掉头，改成顺时針再走6步，最終啊，對到誰就是誰，直接牽手開跳。我只能說，這哪是跳舞，根本就是社交盲盒嘛。不是，他們這樣換陣型，不是自己的伴侶都不見了嗎？更有意思的是啊，等真正跳起來，現實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因為很多人轉向的時候總會慢半拍，所以當大家停下來準備牽手開跳的時候，總有落單的人會把手懸在半空，然後默默退群。於是，這支原本優雅的社交舞，逐漸就變成了搶舞伴的遊戲現場。完了，懵了。剛剛那個舞簡直是哀人地獄，哀人地獄可能會落單，因為你就只有一個人在那溜，好可怕呀！我兒子就還好。就我們去邊上。在經過了3輪的高強度間歇訓練之後啊，為了給大家一點休息時間，混在人群中的工作人員和職業舞者們也終於現身，來上了一段表演。還沒喘兩口，緊接着林武老師又登陸上號了。Maintenant, je vais avec un petit peu de Charleston. Je reste à pouce le pied droit. Je vais taper du droit, devant, derrière je pose. Et du pied gauche, derrière, devant je pose. Devant, derrière je pose. Derrière, devant je pose. Et devant, derrière, derrière, devant, devant, derrière, derrière, devant. Vous êtes avec le pied gauche. 他口中簡單好學的查爾斯頓舞步啊，在我這裡簡直就跟念咒一般。這雙深蹲120公斤做主的腿啊，愣是邁不開一點。不過你們肉嫂可不一樣，她說啊，她可是學會了。什麼感覺？差不多。跳舞跳的累得不行啊，來找兩口水喝。或者想着。剛剛那個舞大家熱情真的都很高啊，但他教的那些舞，完全
完全記不住。我跟肉草就是跳到一半的时候就丢了，然後我就跳出來拍視頻了，就跟大家手忙腳亂的這麼摸蝦，特別搞笑的一個場景。但就是這種氣氛很好，大家都很開心。跳到現在3點，然後我都要洗澡睡覺了，可能感覺現在舞廳裡面大家聚起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能堅持到幾點。稍事休息，工作人員又把大家給召回到了鏡廳，因為盛大的煙火表演就要開始了。最後的最後，林武老師突然帶着工作人員們衝了出來，不過不再是優雅的舞步，而是幾乎瘋跑着謝幕。原本圍觀的賓客也被陸陸續續的拉進了隊伍。鏡廳裡的笑聲此起彼伏，禮服裙擺皮鞋在地面上飛速掠過，那一刻，仿佛我們正在1920年一路小跑，穿過燈光與塵埃，終於是回到了100年之後的2026年。我親眼看到一個手機被甩飛。天哪，爆裝備爆得可厲害了，這些人簡直都是瘋了，都已經玩瘋了。音樂停下，歡呼結束，凡爾賽宮重歸於安靜，但這裡的時間好像真的被我們借走了一晚，至少在場的每一位記憶中都是這樣的。好啦，咱們這期視頻也要接近尾聲啦，在這裡要為大家獻上新春的祝福，新的一年馬到成功，馳騁千里，馬上開心，馬上發財。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你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探索生活和美食的朋友們。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一定要記得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Peace out。